当叶晨辗转回到纽约的时候，陈肇中乘坐的飞机正在大洋上空飞行。此时，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还在汉克的监控之下，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些手下，则已经在周家庄园里疯狂寻找了半个午夜和半个上午，依旧一无所获。霍华德现在也豁出去了，之前还不想在周家搞得太过明目张胆，可眼看现在四方宝藏很可能都被人带出去了，再不抓紧找到线索追上去，怕是黄花菜都凉了。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让汉克加紧搜索的同时，又另派了一个勘测队伍，带着大型地质勘探设备前往现场。好几辆重型卡车开到周家庄园，堂而皇之地架起各种设备来对整个周家庄园的地下进行探测。这种探测设备甚至能把地下的蚂蚁巢穴清晰地扫描出来，如果这里真有能够供人进出的暗道，就一定会被找出来。可是这毕竟是周家庄园，周良运犯了法，可罪不及家人。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么堂而皇之地杀进周家掘地3尺，搞得像是周家院子里发现石油一般，如此大的动静，自然瞒不过外界。于是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几家不受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这件匪夷所思，甚至践踏法律的恶劣行径。美国民众一下子就炸开了锅，谁也没想到，刚被曝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竟然继续公然挑衅法律，这次直接带了个工程队到周家庄园里挖来挖去，简直就是法外狂徒。于是网络上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口诛笔伐一上午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FBI 都快气炸了，他们知道自己管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以一直以来都只是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低调一点。原则上来说，你可以犯法，但你得敲没生的饭，否则你让我的面子往哪放？可眼下急迫的霍华德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必须尽快确定线索。如果确定这里没有密道，那昨晚的事情大概率是一个乌龙，可如果找到密道，就必须顺着密道追查到底。霍华德这是为了四方保障，把整个家族的颜面和名声全都搭进去了，由此也能看得出他对四方宝藏有多重视。可是现实往往就是充满魔幻，霍华德的勘探团队把周家庄园地表以下500米内的情况都搞得一清二楚了，也没发现一条所谓的密道。换句话说，整个周家庄园就不具备悄悄地来又能悄悄地走的基础条件，这顿时让霍华德百思不得其解。为了不让事件的舆论继续升级，他只能先将所有人从周家庄园撤了出来。而美国警方与 FBI 为了平息众怒，也选择性地从这些人里逮捕了也一部分，算是给大众一个交代。百思不得其解的霍华德只能把希望重新寄托在周良运的身上。他觉得不管四方宝藏昨晚到底有没有被人带走，周良运都一定知道具体情况，想找到四方宝藏的下落，还是得从他那里着手。于是他立刻电话通知汉克，命令他道：汉克，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要把周彼得从曼哈顿医院给我带出来。汉克为难道：先生，周彼得有警方和 FBI 保护，医院还有不少媒体围拒，这种情况下，我除了把他抢出来，别无他法。霍华德气愤地吼道：那就带人去抢，然后找世界上最好的审讯高手审他，如果问不出四方宝藏的下落，就把他给我干掉。汉克微微一愣，旋即说道：好的，先生，那我这就安排人手做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把周彼得从曼哈顿医院抢出来。霍华德迟疑片刻，连忙说道：算了算了。冷静下来的霍华德心里很清楚，自己让人光天化日之下去周家庄园勘测搜查，已经是犯了大忌。如果真派汉克和他的手下去医院武装抢人，那性质一下子就恶劣到极致了。毕竟想从警察和 FBI 手里直接抢人，就必然会引发火拼，那样的话基本上等同于恐怖主义。这种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否则也必定会万劫不复。思忖片刻，他只能悻悻道：你先想办法埋伏到曼哈顿医院里去，到了医院摸清楚情况向我汇报，
其他的听我命令。汉克立刻说道。好的，先生，我这就准备一下。汉克挂了电话，便立刻对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说道，你父亲让我去曼哈顿医院，你是继续留在这里，还是有别的打算？史蒂夫知道汉克现在已经被叶晨用某种方式实现了精神控制，于是便顺着他的话说道，你忙你的就行，不用操心我了，我先回去休息休息。汉克警告他道，不要忘了叶先生交代你的事情，如果你敢出卖叶先生，我第一个要你的命。史蒂夫哭笑不得地说道，我现在跟他是一条船上的人，而且他还是船长，我是被他绑上船的无辜乘客，你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出卖他。汉克冷哼道，算你识相。说罢，他右手在自己右侧肋骨间摸了摸，找到右侧第6、第7根肋骨之后，用力在2条肋骨上猛砸一拳，紧接着便听到了肋骨骨折的声音。一旁的史蒂夫都看傻眼了，心中暗忖，这他妈真是个狠人。此时的汉克一脸淡然地掏出自己的手机，翻出一个号码打了过去。电话一通，他便开口道，喂，我的肋骨骨折了2根，你安排我到曼哈顿医院住院治疗。电话那头立刻说道，没问题，想什么时候入院？汉克道，越快越好。电话那头便道，给我个地址，我安排医疗直升机过去接你。对了，你没出纽约吧？如果出了纽约，直升机出不去。汉克道，我一会发你定位，这个地方直升机可以过来。好。此时此刻，远在南极洲破青会总部的吴家迪船吴天林也关注到了这条令他有些疑惑的新闻，于是他快步来到吴飞燕闭关的房间门口，犹豫再三，还是叩响了房门。自上次从华夏灰溜溜地逃回来之后，吴飞燕几乎没怎么出过门。300多年来，他从未像现在这般缺乏安全感。忽如其来的打击，让他一时间有些颓废。知道吴天林来了，他本不想见，可是仔细想想，吴天林行事稳重，若非重大情况要向自己汇报，定然不会这时候来触自己的眉头。于是他单手虚空一挥，厚重的石质房门应声而开。吴天林毕恭毕敬地走进来，看着纱质帐幔后吴飞燕盘坐在地的身影，低声道，英主，属下有件事情需向您汇报。吴飞燕点点头，语气冷淡地说道，你说吧。吴天林说道，这几日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些反常动作，属下觉得其中当有蹊跷。吴飞燕轻哼一声道，罗斯柴尔德，一个只知道赚钱的财阀家族罢了，殊不知有再多钱也只是区区蝼蚁，你关注他们做什么？吴天林忙道，英主，罗斯柴尔德家族前段时间抓了一个古董商人，因为对那古董商人滥用私刑被曝光，这件事还未平息，他们今日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派大量人马到那古董商人家掘地3尺，甚至还带着大量勘探设备。这件事在网络上影响很大，很恶劣。吴飞燕敏锐地皱起眉头，开口问道，你的意思是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对，吴天林忙道，最重要的线索是那个古董商人是专门在欧美倒卖华夏古董的。小道消息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个家传的华夏古董交给他修复，结果他悄悄做了一个赝品调包了，而后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把他抓起来动了私刑，严加拷问。顿了顿，吴天林继续道，属下觉得这件古董定然来历不凡，否则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数万亿美元的财力来看，这世界上没什么古董值得他们如此大动干戈。就算是把达芬奇的画全打包，他们也不会放在眼里。吴飞燕点了点头，分析道，放眼世界古董市场，无论东西方古董，单件成交的价格也几乎没有超过10亿美金的。10亿美金绝对不值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此大动干戈，此事必有蹊跷。说着，吴飞燕立刻说道，通知陈志民，让他去想办法打听一下消息，如果这条线索查下去真有什么重大收获，我记你手功。吴天林激动不已地单膝跪地，拱手说道，谢英主。吴飞燕又道，对了，
最近这段时间，钟永博人在何处？”吴天林忙道：“回英主，之前您让钟永博停止调查黑水公司，破青会上下静默3个月。当时钟永博人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也是黑水公司的总部驻地。这段时间一直静默，但他的定位一直没离开那里。”吴飞燕点点头，既然他也在美国，就让他去找陈志民。陈志民虽然有勇有谋，但毕竟实力不济，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找不到的东西，我估计他也够呛。若是有钟永博帮忙，胜算就大得多了。吴天林立刻恭敬地说道：“好的，英主，属下知晓了，这就下去通知他们。”